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我要來解一個連達爾文自己都搞不定的世紀之謎：生命到底是怎麼來的？你可能以為這趟旅程我們會動用什麼超高科技的實驗室，但不需要。今天的主角其實只是一把榔頭，還有一顆永遠不會滿足的好奇心。OK， 我們先來思考一個問題。你想想看哦，在地球幾十億年的漫長歷史裡，如果所有複雜的動物，我說那些有眼睛、有大腦、會到處跑去抓東西吃的生物，都是在某一個時間點，咻的一聲，突然全部冒出來，好像有人按了個開關一樣，你會不會覺得這件事情超級奇怪？這個問題就是當年達爾文提出演化論的時候，心裡最大的一個疙瘩。因為他認為生命演化應該是慢慢來，一步一步走的，但化石證據卻好像在跟他說，不是哦，他們就是憑空出現。好，那我們今天這趟解謎之旅會分成6個階段來推進。首先，我們會先深入達爾文最大的兩難，接着去發掘我們6億年前的祖先，然後故事會出現一個讓人有點心痛的轉折，也就是化石獵人的悲劇。再來，我們會跟着主角展開一場尋找第一顆眼睛的遠征，親眼見證那道改變世界的凝視，並且在最後，我們會把整個故事拆解開來，提煉出背後的頂尖科學家思維模式。好，首先我們先回到達爾文那個年代，看看他到底遇到了什麼麻煩。當時的化石記錄啊，就顯示出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一個叫做寒武紀的地層裡，突然之間，各式各樣、奇形怪狀的複雜動物化石就這樣大量的湧現出來。但是在比寒武紀更古老的地層裡面，卻幾乎什麼都找不到，一片死寂。這個現象後來就被稱為寒武紀大爆發，它就像是生命的宇宙大霹靂，直接挑戰了演化論最核心的觀點。達爾文自己都非常擔心，他說這件事可能是他整個理論最脆弱的地方。在當時，整個學術界幾乎都有一個共識，就是這個數字5億2千萬年前，這就是所有複雜動物生命的起點。這麼多年來，這個數字像一道科學界沒辦法跨越的高牆，所有關於動物起源的討論都只能從這裡開始。但這也留下一個超大的問號。那在這道高牆之前，那長達幾十億年的時間裡，生命到底躲去哪裡了？接下來，我們今天故事的主角李家維教授終於要登場了。他是一位充滿熱情的科學家，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下，他遇到了古生物學家陳俊遠教授。當時陳教授正在辦一個關於寒武紀大爆發的展覽，就是這場展覽徹徹底底點燃了李教授心中的那把火。這部分真的非常值得我們思考。李教授聽完演講，當天晚上就做了一個可以說是改變他人生的決定。他要辭掉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穩定工作，跟着陳教授跑到荒郊野外去，從零開始學怎麼拿着榔頭敲化石。這真的不是一時衝動，而是一種對於知識最純粹、最原始的渴望，驅使他做出這個超級大膽的選擇。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當時學術界的共識是5億2千萬年前，對吧？但是李教授和陳教授的團隊卻把目標鎖定在貴州一片更古老的地層6億年前的岩石。這不只是把時間往前推而已，這根本是在直接挑戰整個古生物學的基礎認知。他們的想法聽起來很簡單，卻非常大膽。他們就賭那個時候已經有動物了，而且只要保存條件夠好，那麼化石就一定會在那裡等着他們。結果呢？他們真的找到了，而且找到的不是那種普通的骨頭化石哦，他們找到的是地球上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動物胚胎。這些化石就像是生命的設計藍圖，被完美的凍結在時間裡。他們可以看到一個細胞分裂成2個、4個、8個，一直到變成一個多細胞胚胎的完整過程。這簡直就是古生物學家夢寐以求的聖杯啊！那這些化石的保存狀況到底有多好？好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這麼說好了，它好到連細胞裡面的細胞核、細胞質裡的蛋黃顆粒都看得一清二楚，甚至達到了分子的層級。
這是一個超級驚人的發現，因為這就代表科學家可以用像是同步輻射這種高科技，在不破壞化石的情況下，去窺探6億年前生命最內部的結構。不過，就在這個偉大的發現公諸於世、震驚全球學術界的同時，一個非常諷刺，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悲劇，也正在同一個地點悄悄地上演。你看，同一塊石頭，在不同人眼裡，價值是天差地遠。對科學家來說，貴州這片礦區是無價之寶，裡面埋藏着我們全人類最古老的祖先化石。但是，對當地來說，這些富含磷酸鈣的岩石，它就只是一種高磷礦物，說穿了，就是拿來製造肥料的原料而已。是的，你沒有聽錯，我們全人類6億年前的共同祖先，就這樣被從地底下挖出來，磨成粉末，最後變成了豬和雞的飼料。這就是當時非常殘酷的現實。雖然說，後來在國際媒體的壓力下，當地蓋了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很漂亮的科學工作站來應付輿論，但實際上，絕大部分區域的開採跟破壞，從來就沒有真正停止過。好，我們把情緒收回來。你看，把時間往前推進了8000萬年，解決了一個謎題，卻反而引發了另一個更大的謎題。既然6億年前就有動物了，那它們是什麼時候演化出眼睛的？這就開啟了我們故事的第二幕，一場橫跨全球的科學大追擊。為什麼尋找第一顆眼睛這麼重要？因為眼睛這個東西啊，它不只是一個器官，它根本就是一個遊戲規則的改編者。它的出現就代表一個生物只能被動的在水裡綠東西吃的和平時代結束了，一個主動捕食、你追我跑的殘酷軍備競賽正式開打。有了眼睛，生物才能躲避天敵，也才能追捕獵物。為了找到答案，李教授的團隊就展開了一場全世界性的大搜索。第一站，他們先到澳洲去研究5億5千萬年前的埃迪卡拉生物群。但那些化石雖然長得很奇怪，卻沒有清晰的內部器官。好，澳洲不行，下一站，他們遠征到俄羅斯的白海，那裡有很多生物活動留下的痕跡化石，但一樣就是找不到眼睛的證據。最後，他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非洲的納米比亞，因為那裡有着跟澳洲、俄羅斯同時期的地層。這就引出了一個思考：有時候科學上的重大突破，真的不只需要努力，還需要那麼一點點的運氣。而在納米比亞，運氣之神終於眷顧了他們。這一段經歷真是超扯，聽起來根本就像是電影情節。你想象一下那個畫面，他們開車到一個占地2萬公頃的超大農莊，那個範圍大到你根本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找。結果李教授才剛下車，幾乎是出於一種直覺，隨手撿起腳邊的一塊石頭，拿起榔頭奮力一敲，啪的一聲，他尋遍了3大洲的那個目標，就這麼出現在他眼前，一個擁有非常清晰眼睛構造的生物化石。這就是頂尖的準備遇上了奇蹟般的運氣。所以他們在納米比亞發現的這個生物到底是什麼？它大概只有1公分長，長得有點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魷魚或烏賊，屬於頭足類動物。最關鍵的是，在它的頭部有2個非常清楚的眼睛結構，甚至還能看到連接眼睛跟原始大腦的神經。這就是地球上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擁有複雜眼睛的生物證據。接下來，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故事講到這邊，我們要進入我們修診所最核心的部分了。從這個橫跨了幾十年3大洲的科學故事裡面，我們可以拆解出那些頂尖科學家共通的思維模式是什麼，而這也是對我們最有啟發的部分。綜合來看，我把它整理成4個關鍵特質，就像是他們的隨身工具箱一樣。第一，永不滿足的好奇心，永遠都在問為什麼，如果這樣會怎樣。第二，大膽的想象力，敢於提出那種別人覺得很瘋狂的假設，比方說直接去挑戰6億年前的地層。第三，不懈的堅持，願意為了找到答案跑遍全世界，敲開成千上萬塊石頭。最後是策略性的合作，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然後找到像陳教授這樣可以互補的夥伴，強強聯手。李教授後來回憶起這件事的時候，講的這段話，我覺得完美詮釋了那種被熱情驅動的決斷力。他說：“我看到陳教授在做的事情，
當天晚上我就決定辭職跟隨他。我知道這是正確的一步。你看，這種強大的信念，這種由好奇心點燃的果斷行動，正是所有重大突破真正的起點。所以最後，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在你的生命中，有沒有哪一個問題讓你好奇到願意為了它去改變你整個人生的軌跡，只為了尋找那個答案？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一個偉大的科學突破，往往始於一個別人看來很瘋狂的提問，並且有強大的好奇心、堅持不懈的行動力，還有關鍵的合作來共同完成。這套思維模式其實不只適用於科學研究，更適用於我們人生的每一個領域。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秀，我們下次見，拜拜。